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扎实感依旧，但还是有一些遗憾啦，不知道是刻意还是无心。本集来看看由 Brazeway 联名魔兽出品的真盖特1，登场于作品《真盖特机器人世界最后之日》，没有错，又是那一部盖特作品啦。反正除非之后有更有名的作品出现，不然大概真盖特商品都会挂这部作品吧。但是这款的外形确实是以这部作品的设定为主哦，所以严格说起来不能够吐槽它，而且是真的有表现到位啦。叙述谜样的外星生物杀来地球，地球就用谜样的能源盖特线做出了盖特机器人，驱逐歼灭外星生物，以为获得了和平，谁知道外星生物早已潜伏在地球之中，等待时机。整个外盒有一点厚度，也有一点巨哦，不过整体的设计并没有特别的亮眼，中规中矩的一个盒子。真盖特1由早乙女博士开发制作的超级机器人，拥有强大的战力与潜力，压倒性的超越历代的盖特机器人。因为盖特线本身具有自我的意识，所以作为驱动能源的真盖特，有时候也会显现出有自我意识的行为。如同其他的盖特系列，真盖特也是由3台战机合体而成，借由不同的战况合体成不同的样式，并由3位驾驶分别主导，发挥出极为强大的作战适应能力。本款的尺寸也是接近30公分级，头顶高大概有26公分，而且合金含量也是相当有感哦，含翅膀大概就有这么重。对照原设定，事实上以设定稿来说，本款的还原度并没有太高哦，尤其身体还有肩膀的长度最为明显啦。但若是对照动画里面的身形，本款的还原度就提升相当多啦。主要也是因为身体在动画中确实是比较长的。但肩膀的尺寸跟动画中的呈现还是有点不同。深深觉得真盖特的脸要做的帅并不容易啊。本款虽然没有做失败，但也没有到特别帅气。要掌握有眼珠的机器人脸还是蛮有难度的哦。本款在身形上的修改程度并不低哦，整体的身形较偏向厚重圆润，腰身直接变成水桶腰啦，而且比例也有变长。另外就是大腿与小腿的长度比例，多半都会是大腿比较短啦。但本款几乎是一半一半哦，腿的长度也确实就比例来说比较短，但也因为整体的厚重感很重，所以虽然身体很长，脚比较短，可是却有一种很扎实的视觉感哦。本款的涂装采用亮面为主，红色跟白色都是用亮面哦。主色红色有用色差来形成色块，但部分的色感有点过亮啦，所以导致那个胶感也就比较重了。白色的部分就仅有肩膀还有腰间有用灰色来做跳色。关节处只是直接留用合金的金属原色，虽然我个人并不讨厌亮面的涂装啦，但本款看起来也是确实比较焦。头颈部是分件，但大部分的可动都要依靠颈部关节，不过颈部关节不能向后倾倒哦。头部本身的关节就只能抬头还有低头，不过整体的幅度算是优秀。身体相当意外的就只有2节哦，而且关节在上胸。虽然水平转动、左右倾倒、前后弯曲3种主要方向全部都可以，可是幅度方面就仅止于堪用程度，感觉似乎是太在意腰部的造型啦，所以干脆就牺牲掉一个关节点。手臂转动的时候要小心会靠到头部的凸起哦。根部有前后的调整关节，但幅度并没有太大。水平抬举是齿轮关节，不过整体的高度无法90度。说明书上面也只有写大概50度，上臂可以转动，手臂弯曲幅度很不错，但是这边的关节设计有点粗暴啦，弯曲的时候感觉骨架直接喷出来这样。有附属4对的替换手收，还有1对全可动手收。腿部的关节幅度都没有太巨大，大腿前抬举有堪用，但不到90度，采用了齿轮关节，但是却有些微的虚位哦。水平抬举也是够用，但不到90度，而且抬举的时候关节也是很粗暴的穿帮啦。大腿可以转动，膝盖弯曲幅度优秀，小腿后侧也有联动的让臂机制，但是跟手臂弯举一样，关节在弯曲的时候显得太过粗暴啦，没有增加一些过度的设计。脚掌可以转动，前后调整是齿轮关节，接地只有单边，但幅度可以啦。Brazeway 并不是以超高可动为卖点，因此整体的可动幅度，我认为都在他们家的合理范围内啦。不过对于关节的设计，我是觉得还是过度粗暴了点啦。
相信以他们的技术，不是不能在关节的位置多做设计，这点其实觉得蛮可惜的。本体的发光机构，背部的电池匣在背包里面哦，小腿也是有2个电池匣，这3个地方皆需要各2颗 LR44型号电池。左右2手腕转开之后，里面各有1个电池匣，这边则需要各3颗 LR621型号电池。手腕外盖转开，这个没有问题啦。但有问题的是，要锁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转的到底是手收还是那个外盖。身体的开关就是胸前白色一大块，小腿的开关则是在后侧的底部，2手臂的开关则是需要用磁铁来开关。本款的磁铁开关是侵略者的牙齿，意义不明。身体跟2腿的亮度都很不错，但是头部眼睛不会亮，有点可惜啦。手臂的亮度可能受限于电池的电力，亮度比起其他地方稍微弱了点啦。另外，亮灯之后就能够凸显身体还有腿部的盖特线区块细节咯。顺带补充一下，身体跟2脚的电池耗电量蛮扛的哦，但是2手臂的耗电量相当惊人呐，而且那个亮度跟其他部位不成比例。有附属4张脸可以替换哦，看左边、看右边，还有看前面。第4个则是可以搭配特效键的替换脸部哦。至于搭配的特效，就是从头部发射的绿色盖特射线，整条盖特射线的长度还蛮长的哦。不过那个结构上的造型有一点有趣啊，看起来就像是点阵图。另外，打开发光机构的时候，亮度无法透进特效键哦，可惜啦。腹部的主要盖特射线发射器附属了2种哦，都是用磁吸式来跟腹部连接。未发射状态的绿色透明零件很漂亮，可惜并没有支援发光机构。另一个则是有发射特效键的连接点的版本，同样也是直接磁吸上去就好咯。腹部的大出力盖特射线也是射出来的一整条，但对比本体的巨大，好像有点偏短啊。外形也跟额头的特效键一样，很像点阵图。这根特效键有内建发光机构哦，需要2颗 LR621型号电池。接上去发射口之后，运用本体腹部的内藏磁点就会打开发光机构啦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亮度严重不足哦。手臂的臂刃呈现上相当不错，材质也是合金，不过很可惜的，并没有可动范围之外，也没有附属尺寸较大的替换键啊。盖特战斧蛮大一个的，不过对照本体的尺寸，似乎也是有点偏小啊。整把的斧刃都有做涂装哦。上面的尖刺是真的很刺手，请小心。盖特镰刀也是很大一个，对照本体尺寸，我觉得这一把算是不错咯。不过不具备任何可调范围，也是整把都有涂装，然后尖刺也很多，都很刺手，请小心。以上2个兵器共用2根长柄哦，虽然是一长一短，长的有长，但短的不是太短。盖特战斗飞翼2片零件很大很尖又很硬啊，消光涂装搭配磨砂触感，更不是金属材质哦，有3个方向可供调整，造型很动画，但是因为造型是不可调整，而且有弧度，这只要装翅膀摆出来，确实是需要不小的空间哦。大招摄魂烈日破，有特效键1颗，还有2种连接手手用的特效键。球形的主体有自带发光机构哦，需要2颗 LR44型号电池。开关也是采磁铁开关哦，碰触本体腹部就会直接打开啦。连接手手的特效键，一种是手握持的状态，一种是手把能量球拉开的状态。最后，本款附属了一大块造型地台哦，造型就是被打倒的侵略者啊。采用不同的涂装风格，10块土地的部分，除了粗糙表面的模具之外，也采用了较没有光泽的涂装。但可惜大概是预算不够了啦，所以有点偏焦。侵略者尸体的部分，为了要展现出滑滑黏黏的表面，所以采用的涂装较光滑，但不到亮面。但也大概是因为预算不够了啦，生物组织感的呈现比较不明显。不过都做成这样了，可以的。底部有明显用外盒正面图裁切的底板哦，还有作品名称、商品名称、厂商名称。重点是这一大块地台重量很重啊，整整将近有2公斤啊！我的天，
另外，尸体的牙齿就是发光机构的磁吸开关啦。支架则是给了一根很愁用的蛇管，这个地台很有诚意了啦。你看我何时地台介绍篇幅有那么多的？与前指链的新版相比，前指链当然不是走原作风格啦，外形上与本款就是随个人喜好。虽然前指链版又轻又小又贵啦，不过它造型在市场的高接受度就摆在那，因此也是有它的地位所在啦。而新版多的大斧头变翅膀确实有趣。另外，我觉得前指链版的可动与造型摆姿势起来帅度特别高。与 3D6 版相比，比起 EX 合金版，我相信 3D6 版的外形所带来的争议是更大呀。瘦长高挑是这个版的特色，却也是很多人无法接受的点。但我个人是蛮接受的啦，细节与涂装呈现也都很有水准哦，就那个配件有一点少。与 CCS Toys 的出版相比，同样是造型魔改对上造型还原，包大人对上水桶腰。CCS Toys 版与本款同样具有丰富的互动配件哦，两款的发光机构也是给好给满。不过 CCS Toys 的出版致命缺点就是那张过于呆滞的脸啊，还有那个手指有 QC 问题。与 MB 版相比 ，MB 版的外形对照起来区块感是真的蛮重的，上胸的造型有一点过于宽大呀。但身体各部位糅合3种盖特的特色，因此外形上仍然有自己的一套风格哦。虽然没有发光机构了，不过附属配件算够丰富，而且够有梗。但髋关节的虚位状况仍旧就是个问题啊。与 CCS Toys 的崭新折版相比，崭新折版在涂装上有显著的提升，原本呆滞的头雕也换成比较帅气的啦。虽然整体基本造型跟出版一致啦，但因为翅膀风格不同，连带整体视觉感也就不同了。配件有少了一些，但也多了几个。不过似乎 QC 问题比出版严重哦，有听闻不少劝退的状况。有双若着一尊合金可动的真盖特1啦，各家厂商真的是很爱它耶，因为很多玩家也都很爱它。各种花式风格造型一应俱全，每个取向跟重点也都不尽相同。开心想要买哪一种都有得挑哦，不开心的话也可以全包。真盖特这台机体的产值真的是相当出色啊！真盖特飞龙，请加油！本款算是相关商品天花板的候选人之一，尺寸够，重量足，外形到位，配件丰富，十足有冲击翘楚的气势还有实力啊！不过我个人对这一支还是觉得有一点遗憾哦。对 Breezeway 这家的印象是以扎实分量感为主，可动把玩性不一定超级卓越，但外形与细节的琢磨会让整体把玩的体验上升很多。而本款这次所强调的高可动性，却因为关节外观的设计太过粗暴，缺乏过渡，反而让我觉得有点拉低整体的体验啊。当然，就长远来看，终究大家都是站在那边，那本款具有的吸金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。总之，本款的价格具有竞争力，商品表现又很出色。若是喜欢原作风格的外形，这款我觉得是值得好好考虑的哦。不过说明书的纸质还有印刷品质，我觉得有一点掉漆啊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